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佛历11月夏初6，万象晴，25到3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38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8.9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48 基普，涨幅 0.2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3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19.01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4.75 点，跌幅 0.36%。开盘 1323.96 点，最高 1324.31 点，最低 1280.09 点。成交量474600股，成交金额21.9039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9200基普，交易量1939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中老证券，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9200基普，交易额175707万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石油。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38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9万基普，涨幅 0.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2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代表团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祝活动。老挝代表团在副总理威拉拉坎丰上将的率领下，于10月9日至11日应邀访问朝鲜，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祝活动。在平壤期间，代表团受到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威拉拉坎丰上将一行出席了在五一体育场举行的盛大集会、杂技表演和隆重阅兵式。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万景台故居、轻工业产品展览馆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等历史、文化及经济场所。此次出席活动有助于进一步弘扬老挝与朝鲜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2. 外交部隆重庆祝老挝外交日80周年。10月10日上午，外交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老挝外交日80周年庆祝大会，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部长通沙万峰威汉报告了80年来老挝外交工作的成就。老挝外交坚持和平独立友好合作方针，运用预防性和突破性外交，致力于广交朋友减少敌人，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通伦西苏里主席赞扬了外交部门的成就，并强调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他指示外交部门要继续坚持传统，扩大全方位合作，坚持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3. 老挝俄罗斯建交65周年庆祝活动在万象举行。10月9日晚，老挝与俄罗斯建交65周年庆祝仪式在万象举行。外交部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和俄罗斯驻老挝大使弗拉基米尔卡利宁出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自建交以来在政治、安全、能源、教育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合作成就，希望未来继续深化和加强合作，特别是将重点放在增加贸易和投资，为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庆祝活动还包括两国高层互致贺电以及在万象放映俄罗斯电影《苏联之恋》，以进一步巩固老挝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4. 沙拉湾省焚毁毒品庆祝国家禁毒日24周年。10月10日，沙拉湾省在沙拉湾师范学院举行集会和毒品销毁仪式，庆祝国家禁毒日24周年。沙拉湾省省长帕登彭宋塔尼、省公安指挥部副主任坎戈通坎汉上校等出席。坎戈通坎汉上校报告称，过去一年共侦办毒品案件186起，涉及250名罪犯。
缴获的毒品包括1147556片麻黄素、1公斤加15小包冰毒、8块海洛因等。帕登彭松塔尼省长指出，沙拉湾省吸毒者中青少年占70%，对社会构成严峻挑战。他强调，必须共同采取政策和措施，努力消除毒品运输、交易和吸食，集中打击贩毒者和吸毒者。仪式上将所缴获的毒品进行了集中焚烧销毁。5. 波利坎塞逮捕2名女性涉毒嫌疑人。据波利坎塞警方10月11日披露，甘科特县公安局在上个月末逮捕2名涉嫌贩毒的女性嫌疑人，分别是48岁的诺女士和21岁的南蒂普女士，并在其住所查获大量毒品和制毒工具。缴获的赃物包括卡通液10公斤、右美沙芬1047盒、大量含毒品成分的咖啡和胶原蛋白制品及空包装袋，以及用于制作和包装的研磨机、封口机等设备。此外，还缴获手枪2支和各类子弹。2名嫌疑人承认卡通液和右美沙芬是用于贩卖，而制毒设备和枪支属于其在逃同伙。随后，警方搜查了在逃同伙住所，查获卡痛水、电子烟、笑气气球，并依法扣押了所有赃物。目前，甘科特县公安局正全力追踪和逮捕在逃同伙。6. 第14届全国柔道锦标赛正式开幕。10月11日下午，第14届全国柔道锦标赛在老挝日本武道中心开幕，比赛将争夺大使奖杯。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老挝教体部和奥委会官员等出席。老挝国家柔道联合会报告称，此次比赛旨在为年轻核心运动员提供竞技平台，同时作为老挝国家队备战12月泰国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的测试赛，并推广最新的国际柔道规则。本届比赛争夺大使奖杯，也是为庆祝日本与老挝建交70周年，以加强两国友谊。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0个俱乐部的125名运动员，其中包括3个泰国俱乐部报名参赛。比赛将争夺40枚金牌和10座奖杯，设置了从少年组到成年组的多个年龄和重量级别项目。7. 万象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1名女性受伤。10月12日下午4点08分，万象应急救援队接到报警称，在西沙塔纳县东科加油站附近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救援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核实，发现1名36岁女性伤者，家住在万象市哈塞丰县东坎桑村，伤者右大腿上部骨折，手部有擦伤。随后，救援队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处理，并安全将伤者送往友谊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8. 菲律宾取消海啸警报，7.4级地震已致2人死亡。10月10日，菲律宾火山和地震研究所宣布，在棉兰老岛达沃东方省沿海地区发生7.4级强烈地震后，已取消对南部地区发出的海啸警报。地震初步报告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并导致部分建筑物倒塌和电力中断。一些医院也进行了疏散。菲律宾火山和地震研究所在监测到没有危险海啸波后，于当日下午取消警报。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也确认海啸威胁已解除。据报道，主震后棉兰老岛发生了200多次余震，官员提醒公众注意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